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草根貓啊。今集想同大家分享下澳門一間性價比都幾高嘅酒店，同埋澳門嘅交通攻略。我會先講交通嘅，跟住再同大家開箱酒店。搞清楚澳門嘅交通之前，大家要對澳門嘅地區有概念。澳門分咗半島、氹仔、路氹同埋路環。半島咧就有好多嘅熱門景點，例如著名嘅大三巴、議事廳前地、福隆新街、東望洋塔、葡京等等。過咗條橋之後咧就係氹仔、路氹同埋路環。氹仔咧就有出晒名嘅官也街啦，係買手信嘅地方，仲有打卡嘅景點葡韻。路氹咧就集中咗好多貴價嘅酒店啦，同埋賭場，例如威尼斯人、巴黎人、倫敦人、葡京人等等。再落啲咧就係路環啦，路環咧就係完全另一種風貌嘅，冇咁重商業味，有啲似赤柱啊、西貢嗰啲度假嘅感覺。我會形容半島咧就係一個舊城區，比較有澳門嘅舊情懷，同埋好多民生小店。氹仔同埋路氹咧就係兩個連住嘅旅遊區，呢度咧亦都係比較多新落成嘅酒店。路環咧就係一個好有度假感覺嘅地方，有廟睇同埋咧有啲 cafe 啊小店嘅。澳門有兩個碼頭嘅，分別位於半島同埋氹仔，最多人用嘅呢就係半島呢個碼頭。好多人呢喺度落咗船之後呢就會搭的士啦，又或者坐賭場提供嘅穿梭巴士去目的地。至於港珠澳大橋，即係大家搭嘅金巴，落車嘅地方呢就遠少少啦，喺半島對出呢個位置，多數呢都要坐翻巴士 101X 去翻半島，又或者坐巴士 102X 去遠啲，經過半島去到氹仔一帶。喺澳門，大家主要透過行路啦、巴士、的士同埋輕軌去想去嘅目的地。行路嘅話，大家可以喺高德地圖嗰度輸入你想去嘅地方，揀步行，再按下面綠色嗰粒掣，然後只要舉起你部電話，影住街道上任何一個地方，咁就可以自動啟動呢個 AR 嘅實景導航模式。高德地圖咧就會顯示俾你睇，你應該向邊個方向行啦，同埋要行幾遠。例如你行歪咗嘅話咧，亦都會顯示翻一個箭嘴，指翻你要去行嘅正確方向。啱晒咧，地圖白痴啊！咁高德地圖咧係大家澳門揾路咧必須要 download 嘅地圖啦。跟住就講巴士啦，全部劃6蚊一位，收港幣嘅。咁大家帶晒啲稅銀去澳門用就啱晒啦。極度推介大家下載巴士報站 app， 係由澳門交通事務局官方提供嘅程式。入咗 app 之後，揀點對點，輸入你想去嘅地方，揀巴士，再按搜尋。咁就會顯示翻咧，你應該搭咩巴士嘅。例如我而家咧想出發去紅街市，咁我可以搭6A 啦，又或者3號巴士。撳入去就會教埋你點搭巴士啦。我而家身處嘅地方咧，行2分鐘去 M150 嘅德勝斜路巴士站，上6A 巴士搭17分鐘就可以去到 M113 站嘅紅街市巴士站，咁都寫得好清楚啊。如果你已經知道自己要搭咩巴士，咁就可以喺 app 嘅主頁揀你想搭嗰架巴士，例如6A 嘅，咁我哋撳入去6A，咁就見到晒6A 有咩巴士站。依家我身處德勝斜路嘅，我撳一撳呢個站，即時咧就會見到6A 巴士咧係仲有7個站咧就會埋我呢個站噶啦。咁呢個巴士站仲有28C 啦，同埋 H1 巴士，咁亦都會咧一次過睇埋咧呢兩架巴士嘅埋站情況。嚟到澳門，大家唔多唔少咧都要搭的士。咁澳門有個叫車 app 叫做電召 Plus 啊，類似 Uber 嘅。咁但係我實測過幾次啦，好難成功叫車啊。最後咧，我哋都係喺街邊嗰度截的士。旅遊區嘅的士需求都好大啊，好少的士司機咧係會長期開住呢個 app 等客。所以大家想坐的士嘅話咧，都係得2個方法。第一就係喺街邊度截，第二咧就係嘗試去賭場門口嘅的士站嗰度排隊。如果你認為自己運氣夠好嘅，可以試下下載電召 Plus 呢個 app 碰下運氣。
第三個交通方法咧就係輕軌啦。輕軌目前咧總共有12個站，有11個站咧就係路經氹仔啦同埋路氹，有1個站咧就喺半島嘅媽閣嗰度上落客。單程車飛6蚊至到12蚊不等，視乎距離，咁可以喺車站嗰度買飛。情況咧有啲似大家搭地鐵。啲車站距離熱門嘅景點都有一啲距離嘅，感覺上而家輕軌嘅作用咧都係觀光為主。澳門嘅交通情況大致上就係咁啦，一句講晒。睇地圖嘅話用高德 app， 揾巴士嘅話用巴士報站 app， 想坐的士嘅話咧就試下去澳門賭場門口嘅的士站度排隊。輕軌嘅話咧就當係觀光為主。講完交通啦，就同大家分享下我最近住嘅酒店。我住嘅酒店叫皇都酒店，位於半島中間嘅位置，有穿梭巴士往返碼頭同埋酒店嘅。從酒店出發行去大三巴13分鐘，行去葡京嘅話呢都係13分鐘，行去東望洋塔呢就5分鐘，所以呢都可以講話呢間酒店去熱門嘅旅遊景點呢都係好方便嘅。酒店附近咧都好多巴士站，可以去更遠嘅地方。一落樓下就有便利店同埋餐廳。呢區附近有好多住宅嘅，所以有唔少嘅街坊小店。好似我哋入住嘅星期五晚上11點幾肚餓啦，好容易咧就喺附近揾到一間又可以打邊爐又可以食麵嘅餐廳。呢間餐廳開到凌晨4點。喺澳門好多人咧都係返賭場嘅輪班工作，所以唔少民生區嘅小店凌晨咧都係會照常營業嘅，方便返賭場嘅街坊。好啦，講下大家最關注嘅酒店價錢啦。澳門出名嘅酒店，例如新濠天地啊、倫敦人啊呢啲，週末住一晚喐啲咧都要2-3千蚊。咁但係皇都酒店咧，週末住一晚咧係1000蚊有找嘅。我哋星期五晚住，星期日退房，平均一晚咧就係969蚊。咁呢個位置都 OK， 而且咧酒店係實而不華啦，冇楞住啲花巧嘅商場，所以價錢嚟講咧都算係合理嘅。一入門口右邊嘅位置有間叫太白狼嘅餐廳，可以喺度叫嘢飲啦，叫啲三文治啊、輕食之類。夜晚仲有人唱歌添。喺太白狼旁邊呢，就係皇都餅店嘅專櫃啦，賣蛋糕同埋西餅嘅。餅店隔離就係娛樂場啦，咁就好細間，全部咧都係玩啲老虎機之類嘅嘢。酒店有2間餐廳嘅，分別係位於2樓嘅紫園，主要咧係食上海菜。如果同老人家嚟到唔想四圍走嘅話咧，可以喺度食，輕輕鬆鬆，環境咧都係坐得幾舒服嘅。第2間餐廳就係花道葡萄牙餐廳，網上對呢間餐廳嘅評價都幾高啊，讚佢哋咧係地道嘅葡萄牙菜。喺酒店房咧有餐牌可以叫到呢2間餐廳嘅外賣，俾大家參考一下佢哋嘅價錢啦。3樓就係健身室啦，同埋泳池。健身室咧就唔算好大啊，但係咧最大路嘅健身器材都應有盡有。泳池就一眼睇晒，唔算露天，咁所以咧都幾難曬太陽嘅。我哋嚟開箱間房啦，咁所有住客咧都要拍卡先至可以上樓嘅。
一打開房門，典型嘅酒店房格局啊，左手邊就係沖涼房，望落去都幾乾淨嘅，而且白色灰色嘅雲石都令到沖涼房更加有空間感。為咗響應環保，酒店只係提供眼前呢啲基本配件。如果你想要其他嘢，例如梳啊、浴帽、剃刀嗰類呢，就要打內線，要求酒店嘅人呢拎上嚟啦。風筒喺呢個位置。沖涼嘅位置呢，只係得半邊門啊，冇浴簾，咁沖涼嘅時候呢，係好容易搞到四圍都係水嘅。花灑嘅水呢，都幾猛啊，都 OK。對住沖涼房呢，就係個櫃啦，咁我哋最後先睇下個櫃有啲咩。房間嘅設計呢，比較傳統啊，咁就係啲深啡色嘅家私，感覺上呢，都係乾淨嘅，完全冇污漬、冇頭髮、冇塵。望下電視機櫃入面有啲咩啦？電視機都有好多台可以選擇。電視櫃旁邊嗰張台，咁上面呢都有我提過嘅餐廳餐牌啊。嚟到大家最關心嘅床啦，咁枕頭呢就係一軟一硬，適合唔同嘅需要。床褥嘅軟硬度呢就中等偏軟啦，整體嚟講呢都係瞓得幾舒服嘅。床頭嘅電話感覺呢就比較舊啊，一邊床頭有插頭，另一邊就冇。我瞓咗2晚啦，咁2晚嘅感覺呢都係瞓得幾舒服，唔錯嘅。睇埋門口衣櫃入面嘅嘢，窗外嘅景觀呢就係呢個地盤啦，的確唔係太美觀。當日酒店呢喺我 check in 嗰陣有同我講，如果呢要另一邊靚景嘅話呢，係得返雙床房，所以大家留意啦，單床房嘅話呢，可能個景觀呢都係麻麻地啦。咁網上呢，我見靚景嘅話呢，係可以望到呢啲景嘅。最後講埋間房嘅隔音啦，我聽到對面房開門嘅聲音，同埋有人經過門口講嘢嘅話呢，我都會聽到啲啲嘅。我聽唔到隔離2間房又或者樓上嘅聲音，咁隔音程度呢，唔可以稱得上好好，但係呢又未至於好差嘅。由內到外好完整咁介紹完間酒店啦，最後同大家分享下我嘅評價，好定係唔好呢？都講下。先講有保留嘅地方，第一當然呢就係沖涼嘅位置啦，只係得半邊門，冇浴簾，你點都係呢需要就住嚟沖嘅，太大動作嘅話呢會搞到四圍都係水，而且玻璃門呢有條罅，花灑直接射到呢個位嘅話呢係會滲水嘅。一句到尾，只係得半邊門，沖涼要就住，沖得唔爽。強烈建議酒店應該幫浴室嗰個位呢加翻多一隻門嘅。第二，我個人呢就唔係太中意呢啲細支裝嘅洗頭水同埋沖涼液啊，好似啲試用裝咁。雖然呢你唔夠用係可以問酒店拎嘅，但係我覺得始終有啲煩。另外從環保嘅角度啦，佢哋唔主動供應棉花棒同埋梳係絕對明白嘅。咁但係咧，我建議喺客人 check in 嗰陣咧，都可以順便問下客人需唔需要。拎咗房之後咧，先發覺房間咧係唔會主動供應梳同埋棉花棒，係要額外打電話，的確咧係覺得有啲煩嘅。第三就係大床房間呢嗰個景觀一般啊，而家對住個地盤就咁睇，地盤呢都冇咁快搞掂啊。對於中意酒店窗外有風景嘅朋友，咁呢個位呢係會大打折扣嘅。最後就講下好嘅地方啦，咁第一就係乾淨衛生程度滿分啊，好乾淨嘅，咁基本上呢，整間房呢都係一塵不染啦，完全冇污漬，咁呢一樣嘢呢，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非常緊要嘅。
第二就係酒店嘅服務非常好啊！前台有位經理叫 Gary， 咁喺度咧都想讚下佢嘅辦事效率係好高嘅，好快咧都搞掂 check in 嘅手續，又會主動咧同我哋推介澳門嘅景點啦、地道嘅餐廳。咁服務咧，我覺得 Gary 係俾到200分嘅。咁第三呢，就係酒店嘅位置非常好啊！咁正如我片頭所講啦，行去熱門嘅景點呢，都只係需要10零分鐘。附近呢，又有啲便利店啊、民生嘅餐廳，咁周邊嘅配套呢，亦都係幾方便遊客嘅。以上就係我對於酒店嘅評價啦。如果你係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參考多啲唔同平台嘅遊客對於呢間酒店嘅意見，再考慮入唔入嚟住。希望影片幫到大家。我哋下條片再見。